后背剧痛如裂，滚烫空气灼烧喉咙，耳边是暴徒抢水的嘶吼，更刺耳的是父母的低语。幸好把他推出去了，这半瓶水够咱们再撑阵。85摄氏度高温炙烤得我皮肤溃烂，意识消散前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：来生绝不再留恋这对短视父母。呼，我猛地弹坐起身，冷汗浸透睡衣，后背光滑无伤口，眼前是我租的小出租屋，颤抖着抓起手机，屏幕日期刺痛双眼。6月15日，距85摄氏度超级高温末世仅剩7天，我真的重生了。上一世劝父母囤货被骂杞人忧天，我省吃俭用攒的物资全被他们拿去给邻居随礼，最后他们抢了我仅存的半瓶水，把我推给暴徒。末世里命都没了，做个屁的人！我嗤笑一声，瞬间冷静。7天内必须做好万全准备，只为自己活。第一步凑钱，我立刻赎回35万首付基金，哪怕亏手续费也不在乎。翻出12双限量球鞋，联系商家压价到18万当场交易，再把电脑、相机等挂同城急售，标低价自提。这些身外之物多换1分钱就多1分生机。手机突然响起，是母亲，赶紧回家喝喜酒。给张阿姨家随5千，弥补3000，不能比李叔叔家差。上一世就是为这随礼，他们送光了我的第一批囤货。我语气冰寒，没钱，你刚发工资？白眼狼！母亲破口大骂，我直接打断，要随礼你们自己想办法。挂完电话拉黑号码，深吸一口气，拉开窗帘。清晨阳光温暖，楼下人来人往，没人知道灾难逼近。拿到18万现金，我立刻打开中介 APP， 输入成交，防空洞可改造，很快锁定一套老厂房，150平方米人房防空洞，独门独院可改造。我拨通中介电话，现在签合同，让房东半小时内到。挂了电话，我握紧现金，眼神决绝。7天后的高温炼狱，废墟城市你在我脑海浮现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重蹈覆辙。亲情人情在生存面前一文不值。半小时后，我和中介、房东碰头，快速核对可任意改造租期内无干涉条款后，当场付6万年租签约拿钥匙。厂房是独门独院，地面仓库虽积灰，但地下人防空洞才是关键。铁门拉开，阴凉气扑面而来，墙体厚实无裂缝，角落还有口水至干净的独立水井。送走2人，我立刻联系做装修的发小林峰，让他带施工队24小时连轴转，7天内完成防空洞隔热、密码门和太阳能机做改造，工钱双倍。林峰虽疑惑，仍爽快应下，说凌晨前到。刚列完囤货清单，父亲的电话就炸了。母亲在那头怒吼：“你疯了！花6万租破厂房，张阿姨家随礼还差3000，赶紧打钱！”话音未落，厂房大门被踹开，父母气势汹汹闯进来。母亲看到空旷积灰的仓库，当场跳脚：“6万租这破地方，不如拿20万随礼撑面子。末世是谣言，以后还得在小区做人。”做人，我冷笑，翻出国外极端高温致死的新闻，85摄氏度高温仍蔓延，7天后就是炼狱。这6万是我的保命钱，一分不动。父亲脸色阴沉上前：“养你这么大，拿点钱随礼怎么了？退了厂房，把钱存银行。末世是瞎编的，别得罪邻居。”我瞬间想起上一世，就是那些好心邻居，我的物资还落井下石，怒火直冲头顶。你说的那些邻居之前拿了我不少钱吧？真以为我不知道是好心还是唯利是图？你们自己清楚。他们全愣住了。这时，远处传来施工队的车灯，林峰带人到了。我后退一步，指着门口：“这是我的地方，不想被警察带走就赶紧滚。”父母被我冰冷的眼神吓住，又瞥见林峰带的施工队人多势众，最终撂下句你迟早后悔的狠话，灰溜溜走了。看着他们消失在夜色里，我没半分留恋，转身对林峰说：“别耽误时间，现在就开工。”我没闲着，拿出囤货清单，用电商运营的资源快速联系本地批发商，以公司团建采购的名义批量订水和食物，5吨纯净水，3吨压缩粮，要求凌晨送达。又联系药店订了足量的感冒药、中暑药和急救包，约定天亮自提。凌晨时分，第一批纯净水和压缩粮送到。我和施工队抽空帮忙搬进防空洞，码放得整整齐齐。冰凉的水汽从水桶上蒸腾，和防空洞的阴凉交织。我摸了摸水桶，心里越发踏实。这时外界气温已经悄悄攀升到38摄氏度，新闻里开始播报持续高温预警。天刚亮，我刚要去药店取药，厂房大门就被再次推开。这次父母带了帮手，为首的是小区里爱嚼舌根的王大妈，一进门就指着我骂：“江晨你个不孝子，花父母的钱瞎折腾，还赶你爸妈出门，良心被狗吃了。”母亲跟着哭嚎：“晨儿，妈求你了，拿20万给张阿姨家随礼，剩下的存起来给你结婚。末世是假的，别毁了自己。”父亲则阴沉着脸，直奔防空洞方向。我倒要看看你这破洞有什么好的，今天必须把你拉走。王大妈还想撒泼，林峰带着2个施工队员走过来，冷冷地看着他们。父亲刚要碰防空洞的铁门，我掏出手机点开录音，再往前一步我就报警，顺便把你们聚众闹事、企图侵占私人财产的事捅到社区去。他们被我的强硬镇住，母亲愣在原地，哭喊声戛然而止。就在这时，药店老板发来消息，说药品已经备好，问我什么时候过去。我瞥了他们一眼，转身就走，3分钟内滚出我的地方，否则警察马上到。我说完转身就走，没回头看他们一眼，一路驱车赶往药店。窗外的阳光越来越刺眼，气温已突破40摄氏度，路边有行人拿着冰棒匆匆赶路，没人察觉致命危机正在逼近。取完药品赶回厂房，父母和邻居早已不见踪影。施工队已完成防空洞第1层隔热层铺设，林峰冲我比了个 OK 的手势，按这进度3天能搞定全部隔热，太阳能基座也浇筑好了。我点点头，把药品交给林峰帮忙整理，自己则联系锁具商家，要求立刻送最高级别的密码锁上门，强调要指纹、密码、钥匙3重解锁，能远程锁定。刚安排完，厂房大门就被猛地撞开，父母带着几个年轻邻居冲了进来，为首的是张阿姨家的儿子张强。江晨，你敢让我妈没面子，今天必须把你这破洞砸了。张强说着就抄起地上的钢管，直奔防空洞。
父亲死死拽住我的胳膊，指甲几乎嵌进肉里，把钱交出来，否则今天没完。母亲则扑过来抢我手里的药箱，这些药也能送人情。我瞬间暴怒，猛地挣脱父亲，一拳砸在旁边的木箱上。你们疯了，这是我的命！林峰见状，立刻带着施工队员围过来，挡住张强等人。我掏出手机，直接拨通110，开着免提大喊：警察同志，城郊老厂房有人非法入侵，蓄意破坏财物，还动手伤人。听到报警2字，张强等人动作一顿，父母脸色也瞬间惨白。警察很快赶到，我出示租赁合同、录音和手臂上的伤痕，把前因后果说清楚。警察当场批评教育了他们，明确告知成年人有权支配个人财产，他人无权干涉，再闹事就依法拘留。父母在警察面前丢尽脸面，撂下断绝关系就断绝关系，你别后悔的狠话。我冷笑，看着他们签了断绝关系的协议书，送走警察。密码锁商家也到了，看着厚重的密码锁安装完毕，我设置好专属指纹和密码，把钥匙藏进防空洞隐秘角落，按下关门键，哐当一声，铁门缓缓闭合，将外界的混乱与短视彻底隔绝。我靠在门上，看着防空洞里整齐的物资，心中默念：从此我只为自己活。密码锁闭合的沉闷声响还没消散，防空洞的温度传感器突然发出尖锐警报。我抬头看向屏幕，外界温度正疯狂飙升，从40摄氏度一路冲破85摄氏度。监控画面里，柏油路被烤成粘稠的黑浆，路边的树木瞬间冒烟，一辆路过的电动车轮胎直接粘在路面上，车主惨叫着摔倒，裸露的皮肤瞬间红肿溃烂。新闻信号早已中断，最后一条推送停留在全球极端高温爆发，紧急避险。我靠在凉爽的防空洞墙壁上，看着恒温22摄氏度的显示屏，喝了一口冰镇纯净水。囤货的压缩粮、药品整齐码放，独立水井的水质清澈。我知道我活下来的第一步了。突然，监控画面里出现2个踉跄的身影，是父母，他们衣衫褴褛，皮肤大面积灼伤溃烂，互相搀扶着艰难挪到厂房门口。母亲的头发被高温烤得焦黄，父亲拄着根断木棍，每走一步都在发抖。上一世他们送出去的物资早被邻居抢光，电网瘫痪后连口凉水都找不到，邻居翻脸把他们赶出来，这是他们自己选的路。江晨，开门啊！母亲扑在密码锁大门上，声音嘶哑哭喊：妈知道错了，外面要热死了，给我口水喝。父亲也用力拍门：晨儿，爸求你了，让我们进去躲躲，以后都听你的。他们的手掌拍在滚烫的铁门上，瞬间冒出白烟，却还是不肯。我盯着监控，眼神没有丝毫波动。上一世他们把我推给暴徒的画面在脑海里回放。我拿起喇叭，声音冷得像冰：当初你们拿我的囤货款做人情，把我推出去挡灾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是你们儿子？这话彻底激怒了他们。母亲搬起路边被烤得发紫的石头，疯狂砸向大门：江晨，你个白眼狼，我生你养你，你居然见死不救！父亲则捡起根撬棍，嘶吼着试图撬开密码锁的缝隙。我眼神一凛，按下外侧喷淋系统的按钮，水流围绕大门和制冷机组喷洒，瞬间蒸发成白雾，既保护了设备，也浇得父母浑身湿透。再闹，我就放外面的暴徒过来。我通过喇叭继续施压，话音刚落，监控右下角突然出现3个衣衫褴褛的身影，手里拿着钢管，正被高温逼得四处找水，已经注意到了厂房这边的动静，正快步逼近。监控里，3个衣衫褴褛的暴徒已经逼近厂房大门，手里的钢管在85摄氏度高温下泛着热气。父母还瘫在门口哭喊，见暴徒过来，本能的往旁边缩，却还是被暴徒一脚踹开。开门浇水，否则烧了这破厂房！暴徒的嘶吼混着热浪扑面而来，他们的嘴唇干裂起皮，眼神里满是疯狂。我眼神一凛，按下防空洞外侧高压电网的启动按钮，滋啦一声脆响，冲在最前面的2个暴徒瞬间被电流击中，浑身抽搐着倒地，剩下的一个吓得魂飞魄散，连滚带爬的逃窜。父母被推搡着摔在滚烫的地面，原本就溃烂的皮肤又添新伤，疼得蜷缩在地，再次哭求：晨儿，开门吧，我们快死了！我拿起喇叭，声音冷得像冰，最后一次警告：再不走，逃掉的暴徒回来，你们只会更惨。说完直接关闭监控声音，转身看向防空洞，恒温22摄氏度的空气凉爽宜人，太阳能冰箱里冰镇的矿泉水冒着白雾。我随手拿出一瓶，拧开时的清脆声响与外界的惨叫形成鲜明对比。监控画面切到小区方向，邻居们正为半瓶浑浊的水互殴，有人中暑倒地，周围人只顾着争抢，没人多看一眼。而我慢悠悠地检查着物资，压缩粮、药品整齐码放，独立水井的水质清澈见底。傍晚时，我瞥了眼监控，父母拖着伤体艰难离开，中途正好撞见逃窜的暴徒，最后一块随身干粮被抢走，2人绝望地瘫坐在地。击退暴徒后，我意识到独自生存终究不稳。上一世舍命救过我的发小林峰是个维修师，此刻大概率正困在家里。我拨通他的电话，听筒里传来虚弱的喘息：晨儿，空调坏了，家里没水，我快撑不住了。我立刻穿上隔热服，开着提前加满油的越野车出发。沿途路面被烤得发软，路边躺着不少脱水死亡的人，尸体已经开始发臭。抵达林峰家时，他脸色潮红，已经轻度中暑。见我进来，虚弱地说：你居然还活着！我没多废话，背起他就往车上走。回到防空洞，刚打开门，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。林峰猛地睁大眼睛，看着整齐的物资、运转的空调，震惊得说不出话。恒温22摄氏度，还有这么多吃的。他缓过神后，立刻表态：陈，我用维修技能换生存，全力帮你完善防御。接下来的2天，我们分工协作，他加固大门，给监控加装遮阳罩，避免高温损坏设备。我调试太阳能备用发电机，确保供电稳定。傍晚时分，林峰用仓库里的旧零件修复了一台对讲机，刚打开就传来一个急促的女性声音：有人吗？我在附近药店被人围困，需要救援。对讲机里的女生带着哭腔：我是护士苏晴，被3个人围着要药品，我愿意用急救技能换庇护。我立刻调看药店方向的监控，确认只有3个人，
没有大规模暴徒，便让林峰留守，自己带好消防斧出发。抵达药店门口，果然看到3个面黄肌瘦的男人围着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，他们手里攥着空矿泉水瓶，正嘶吼着要抢药箱。滚！我握着消防斧上前，隔热服的厚重感让我更有底气。3人见我装备齐全，又看到我身后的越野车，吓得后退几步，骂骂咧咧的跑了。苏晴跟着我返回，刚进防空洞就被凉爽的空气惊到，看到我递过去的冰镇水，眼眶一红，外面连口水都要抢。你这里居然还有冰镇的？他主动检查我和林峰的身体，发现我手臂上的旧伤，立刻拿出急救包处理。我们约定好规则，按劳分配物资，轮流值守，节约用水。刚安顿好，监控就显示之前被吓退的3个人找到了厂房外围，对着大门喊里面有物资，不出来分我们就喊更多人来。3个男人的叫嚣还没停，一伙穿着迷彩服扛着钢管的人就围了过来，为首的是小区前保安队长赵强，他一把推开那3个人，用扩音器喊话，我知道里面有物资，要么交出一半，要么我们站门。我和林峰、苏晴对视一眼，冷静应对。我关闭外围电网，避免误杀引发更大冲突，拿起喇叭回应，我们有独立水井和太阳能，硬闯只会两败俱伤，不如用外界的信息换水。你告诉我外面的情况，我给你水和急救药品。赵强的团伙里已经有人中暑倒地，其他人也都嘴唇干裂，听到水和急救药品，明显动摇了，开始小声质疑赵强。苏晴趁机用对讲机喊，中暑不及时处理会死人，我们可以先给10瓶水和急救包换你们的信息。赵强脸色难看，最终妥协，派2个人送信息过来。林峰在大门缝隙递水和药品时，我趁机观察，这伙人大概15个，武器只有钢管和木棍，物资极度匮乏，每个人都瘦得脱了形。2人带来的消息让我心头一沉，城区超市全被抢空，自来水断供，政府救援车爆胎进不来。得知外界的惨状，我们更加重视防空洞的物资循环。我带着林峰清理仓库，把过期的物资分类处理，又检查了雨水收集器，确保能充分利用每一滴水资源。苏晴则整理药品，把常用药和急救药分好类，方便取用。林峰突然兴奋地喊我陈，看，他修复了一台旧电视，屏幕上断断续续出现新闻画面，极端高温将持续至少1个月，呼吁幸存者自救。信号很快中断，但这足以让我们警惕。监控里，赵强团伙在小区空地搭了简陋的遮阳棚，几个人围着半瓶水争抢，中暑的人躺在地上呻吟，没人理会。而我们在防空洞煮了热饭，就着腌制的咸菜，喝着干净的井水。苏晴还找出了一些维生素片，分给我和林峰。傍晚，监控突然拍到2个熟悉的身影，父母，他们衣衫褴褛地走到赵强的遮阳棚前，卑微地乞讨水和食物，却被赵强一脚踹开，滚远点，没用的老东西，别耽误我们抢物资。我看着屏幕，内心毫无波澜，这是他们自己选的路。被赵强踹开后，父母没有离开，反而凑到赵强身边，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我立刻让林峰打开对讲机监听功能，清晰地听到母亲的声音，我儿子江晨有很多物资，他的防空洞大门内侧有个维修通道，从那里能进去。我的心瞬间沉到谷底，哪怕已经断绝关系，他们居然还能做出这种出卖我的事。林峰和苏晴也愣住了。苏晴小声说，他们怎么能这样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头的寒意，以后他们的事与我们无关，现在重点加固维修通道。我们连夜行动，把仓库里的厚钢板搬到维修通道门口，牢牢固定住，又加装了一把密码锁，和大门的密码完全不同。忙完这些，林峰调试对讲机时，又听到了赵强的声音，联系王虎那伙人，明天凌晨从维修通道偷袭，把里面的物资抢过来。王虎团伙有10多个人，2伙人联手不容小觑。我们立刻制定应对方案，在维修通道外侧撒上玻璃渣，安装简易警报器。我和林峰各带一把消防斧，苏晴负责守在电网开关旁，一旦有人闯入，立刻启动。凌晨时分，警报器突然发出尖锐的声响，我和林峰立刻赶到维修通道附近，透过监控看到5个黑影正从通道口往里钻，脚下踩中玻璃渣，发出痛苦的哀嚎。启动电网，我大喊一声，苏晴立刻按下按钮，电流闪过，2个黑影瞬间倒地抽搐，剩下的3个吓得连滚带爬的逃了出去。外面传来赵强和王虎的怒吼，2人在大门外疯狂砸门。江晨，你耍我们！我让苏晴拿起喇叭喊，维修通道早就加固了，你们偷袭的事我已经录下来了，再闹我就把消息传给其他幸存者，让你们众叛亲离。这句话彻底点燃了2伙人的矛盾。王虎对着赵强大骂，都是你听信那2个老东西的话，害得我兄弟受伤。赵强也不甘示弱，明明是你待人不利。2人说着就打了起来，手下的人也分成2派互殴。父母试图上前劝架，却被王虎一把推倒在地，摔在滚烫的地面上。没人去扶他们，2伙人打累了，各自带着伤离开，只留下父母蜷缩在角落，狼狈不堪。我关掉监控画面，对林峰和苏晴说，继续加固防御，别让他们有可乘之机。平静了2天，对讲机突然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，有人吗？我是李奶奶，我孙子高烧不退，没有药，求你们救救他。李奶奶上一世曾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偷偷给过我半块面包，这份恩情我一直记着。我有些犹豫，现在外出太危险，还可能暴露防空洞的位置。林峰说，救吧，李奶奶人好，救她不会消耗太多物资。苏晴也点头，我是护士，高烧不及时处理会出大事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我最终决定，我穿隔热服送药过去，速去速回。苏晴你留守，林峰盯着监控。抵达李奶奶家，孩子已经昏迷，额头滚烫。我快速拿出退烧药，按照苏晴教的方法喂下去，又指导李奶奶物理降温。李奶奶从床底翻出半袋大米，哽咽着说，孩子，这是我仅有的粮食，你拿着。我婉拒了，物资你留着，以后有困难用对讲机联系我。返回的路上，我看到赵强团伙的人盯着我，有人想上前，被赵强拦住，他有武器，硬抢不划算。回到防空洞，我们分享着冰镇水果。苏晴感叹，守住底线，活着才更有意义。刚说完，李奶奶的声音又传来，赵强和王虎和好了，准备再次围攻厂房。
得知赵强和王虎要再次围攻，我们立刻进入备战状态。林峰全面检查监控和警报器，给大门又加装了一层钢板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我整理武器，把消防斧、高压电棍、灭火器整齐摆放在门口，又检查了高压电网的线路。苏晴则清点药品，补充急救包，还准备了一些防暑降温的药水。物资方面，我们把重要的药品和压缩粮转移到防空洞最内侧，用木板挡好，又检查了雨水收集器和独立水井，确保水源充足。太阳能发电机也调试完毕，就算外界彻底断电，我们也能正常供电。休息时，我们围坐在一起，我坦言，上一世我太软弱，才落得那样的下场。这一世，我要守住自己，守住值得的人。林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有我们在，没问题。苏晴也说，我们分工协作，一定能守住防空洞。傍晚，监控画面显示，赵强和王虎带着20多个人，手里拿着钢管、汽油瓶，正一步步向厂房逼近。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贪婪和疯狂。我握紧消防斧，眼神坚定，准备好了，就等他们来。冲！砸开大门，里面的物资都是我们的。王虎嘶吼着，带人冲向大门，手里的汽油瓶砸了过来。启动喷淋系统，林峰大喊，早已准备好的喷淋系统瞬间启动，水流把汽油瓶浇灭，还在大门周围形成了一层水幕，阻挡了他们的脚步。赵强带人试图攀爬围墙，我拿着高压电棍站在大门内侧，对准攀爬的人就按下开关，滋啦一声，那人惨叫着摔了下去。赵强、王虎，你们的人已经有人中暑受伤了。苏晴用喇叭喊，我们可以提供急救和水，条件是你们离开这里，去其他地方找资源。团伙里的人本来就因为缺水中暑，听到这话纷纷停下动作。有人喊，强哥，算了吧，再闹下去我们都得死。赵强还想坚持，却发现没人在听他的指挥。我趁机让林峰递出几瓶水和急救药品，扔到他们面前。看到水和药品，团伙彻底崩溃，有人直接捡起水喝了起来。王虎见大势已去，骂了一句没用的东西，带着自己的人逃窜。赵强不甘心地瞪着大门，最终也只能灰溜溜地离开。我们三人松了口气，看着彼此身上的汗水，相视一笑。赵强离开后没多久，监控里出现了父母的身影，他们已经严重中暑，意识模糊，互相搀扶着走到大门前，哭喊着：“晨儿，我们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”两人的皮肤大面积溃烂，嘴唇干裂的渗出血，看起来惨不忍睹。我内心挣扎了一下，终究还是没肯下心赶尽杀绝，让苏晴拿了2瓶水和1盒中暑药，从大门缝隙递出去。协议还在，我不会让你们进来，这些药和水是最后一次帮你们，以后各自安好。父母接过水和药，狼吞虎咽地喝了起来，嘴里不停说着谢谢。喝完后，他们缓慢地走向城区方向。我通过监控看着他们，直到看到他们中途遇到逃窜的王虎团伙。王虎看到他们手里的水，直接抢了过去。父母想反抗，却被王虎一脚踹倒在地，再也没起来。林峰和苏晴沉默着没说话。我叹了口气，路是他们自己选的。就在这时，对讲机突然传来清晰的官方信号，救援车队已抵达周边区域，正在搭建临时安全区，请幸存者前往汇合。救援信号让我们既兴奋又犹豫。苏晴说，官方救援应该更可靠，长期待在厂房也不是办法。林峰却担心，安全区人多，物资肯定紧张，说不定还有暴徒混入，不安全。我思考了很久，决定先派林峰穿隔热服侦查，确认安全区的情况，再决定要不要去。我们立刻开始准备侦查物资，给林峰准备了充足的水、压缩粮、隔热服和通讯设备。苏晴还整理了一个小型急救包，让他随身携带，应对途中的意外。监控里，城区的幸存者得知救援信号后，疯狂地向救援方向逃窜，有人为了抢入互殴，甚至有人直接推倒老人和孩子。而我们在防空洞有条不紊地准备着，恒温的环境让我们保持冷静，充足的物资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。出发前，我反复叮嘱林峰注意安全，一旦发现危险，立刻返回。林峰点点头，穿上隔热服出发了。我和苏晴守在监控前，看着他的身影逐渐远去。监控画面里，既有序前往安全区的幸存者，也有暴徒在途中抢劫，人性的善恶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。2天后，林峰终于回来了，他的隔热服上沾了不少灰尘，脸色有些疲惫。安全区确实存在，但情况不太好。他喝了口冰镇水，缓缓说道，里面物资有限，每个人每天只能分到半瓶水和1块压缩饼，还得参与救援工作，搬运物资，照顾伤员。我们都有些意外。林峰继续说，更关键的是，有不少暴徒混入了安全区，我看到有人偷偷抢劫物资，工作人员根本管不过来。不过安全区有军队驻守，整体还算有序。我们商量后，最终决定携带部分重要物资前往安全区，同时保留厂房的防御和部分物资作为退路。我们开始打包物资，把常用药、少量压缩粮和水装进行李包，关闭了防空洞的部分设备，只保留太阳能供电和监控。出发前，我用对讲机联系李奶奶，把厂房的位置和防御情况告诉她。如果安全区不安全，你可以来这里暂避。李奶奶不停地道谢。我们穿好隔热服出发，途中看到有人因为缺水倒在路边，也看到有人互相搀扶着前往安全区，对比鲜明。抵达安全区后，我们先登记了信息，领取了基础物资。苏晴看到不少伤员，立刻主动提出帮忙照顾。我和林峰则加入了搬运物资的队伍。安全区里虽然简陋，但比外界的炼狱好多了，至少有基本的秩序。下午突然传来争吵声，我转头一看，几个穿着破烂的男人正围着苏晴，想抢她的急救包。这是救命的药，不能给你们。苏晴紧紧护着急救包，我和林峰立刻冲过去，挡在苏晴面前。光天化日之下抢东西，胆子不小。这几个人居然是原赵强团伙的成员，他们恶狠狠地说，我们都快饿死了，拿点药怎么了？就在这时，安全区的工作人员赶了过来，调查清楚情况后，把这几个人带走隔离了。工作人员感谢我们，谢谢你们坚守底线，主动帮忙，以后我们会优先保障积极参与救援者的物资供应。果然，
晚上我们领到了额外的水和食物，而被隔离的暴徒还在哭闹、抢夺物资，和我们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安全区负责人告诉我们，1周后高温会缓解，后续会转移大家到更好的救援基地。1周后，气温果然降到了35摄氏度，不再极端，天空放晴了。安全区开始组织幸存者返回城区，清理废墟，重建家园。我们3人商量后，决定先返回厂房看看。回到厂房，发现防空洞完好无损，保留的物资也没被破坏。我们把部分多余的物资捐赠给了安全区，只留下少量应急物资。林峰说，我想先用维修技能帮大家修复电器，让生活尽快恢复正常。苏晴也说，我想留在临时医院继续照顾伤员。我点点头，我先帮大家清理废墟，然后和你们一起重建家园。站在厂房门口，看着逐渐恢复秩序的城区，我内心感慨万千。上一世，我为了不值得的人付出一切，最终惨死。这一世，我守住了底线，守住了值得的人。重生不是为了独自存活，而是为了在绝境中守住人性的光芒。我和林峰、苏晴并肩走向城区，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温暖而明亮。新的生活从此开始。